投德邦的股民们可以提前过年了，公司连着亏了3季度，却高价退市，让股民们笑着拿到了 35% 的溢价。一夜之间，近20万散户突然发现自己手上的股票比市场价贵了1/3。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据证券时报网报道，京东高价买断散户，花190亿让德邦退市，这买卖谁赚谁亏。退市本来没啥稀奇，关键是退市的价格让所有股民都瞪大了眼睛，每股19块，而它停牌前的股价才14块多点，这么一算，溢价超过了 35%。 按照这个价，京东物流这次差不多要掏出38个亿的现金来收购市场上剩下的流通股。你要知道，在 A 股历史上，主动退市给股东的溢价平均也就 2% 到 10% 的样子。德邦这 35.3% 的溢价简直是毫无人性。这事儿一出来，持有德邦股票的14万股民估计昨晚都没睡好。一边是账户里突然多出来一大笔意外之财，另一边是满脑子的问号，德邦到底怎么了？京东为啥要当这个冤大头？我现在是该拿着这19块钱走人，还是再等等看？首先得搞清京东为啥非得让德邦退市。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京东更不会做赔本的买卖。2022年，京东物流花了将近90亿把德邦给收购了，成了他最大的股东。当时京东就向监管和所有股东许下了一个5年之约，承诺在收购完成后的5年内一定会解决这个同业竞争的问题。说白了，京东物流和德邦都是干物流快递的，业务重叠了，一个妈生的2个儿子在同一个市场上抢生意打价格战，这画面是不是挺尴尬？既浪费钱，也让投资者搞不清到底该看好谁。所以这个承诺就像个紧箍咒，一直戴在京东头上。这几年监管层对这事儿盯得特别紧，一直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鼓励上市公司把主业搞得更明白。对京东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几条路，要么把2家公司彻底揉成一团，合二为一，要么就让其中一家消失。有人会问，为了一个承诺花这么多真金白银值得吗？在京东看来，这笔账算得门儿清。首先，德邦不是烂摊子，他手里握着一副好牌。在京东接手前的2024年，德邦全年营收超过了403亿元，赚了 8.6 亿元的净利润，表现相当稳健。它的核心本事大件物流，在江湖上名号响亮，送大件找德邦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但2025年德邦确实遇到了点麻烦，前3季度罕见的亏了钱。一方面是大环境挑战，另一方面这也和他正咬着牙进行战略升级有关，聚焦快运主业，提升服务质量。这个转型过程痛苦，但长远看是必须的。作为上市公司，每个季度的财报亏损都会暴露在聚光灯下，引发股价波动和舆论压力。退市之后，德邦就可以甩开这些短期业绩的包袱，该投入投入，该改造改造。所以你看，这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京东一盘筹划已久的棋。退市不是为了坑谁，恰恰是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把收购时画的那个大饼，整合资源，打造更强的物流集团，给真正做手端上桌。现在压力给到了股民这边，摆在你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A 马上行使现金选择权，以每股19元的价格把手里的股票卖给京东方面，稳稳拿到超过 35% 的溢价收益，落袋为安。 B 选择不卖，继续持有，德邦退市后，股票会转到老三板一个专门处理退市股票的场所去交易。你赌的是未来德邦和京东整合的特别好，或者哪天又重新上市，股价能一飞冲天。这道题该怎么选？咱们看看德邦最近的成绩单就明白了。公司刚发布的2025年半年报有点外强中干，营收倒是涨了 11.4%， 做到了 205.5 亿，但赚到手的净利润却暴跌了 84%， 只剩下可怜的5200万。为啥增收不增利？报告里说了，主要因为运输成本蹭蹭的涨，比如油价、路费、人工这些，上半年就多花了 30% 以上。物流行业本来就卷得厉害，利润薄得像刀片，成本这一涨，直接把利润给吞没了。更要命的是，这种利润下滑的压力，短期内可能还看不到头，有机构已经调低了对其未来2年的盈利预测。你想想，如果公司留在股市，每3个月就得公布一次财报，每次利润下滑都像一场公开处刑，股价能扛得住吗？有行业专家就直言，如果不退市，德邦的股价可能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这么一看，京东给出的19块钱就不是简单的收购价了，它更像一张保险单，用确定性的高于市场价的真金白银买断了你未来可能承受的股价下跌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大多数求稳的散户来说，这个选项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你可能会问，既然德邦自己赚钱都费劲，京东是不是傻了，花这么多钱买它？这里就得说说德邦的独门武功了。德邦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大件之王。你买家具、家电、健身器材这些又重又大的东西，很多都是德邦在送。它最值钱的资产是一张覆盖全国的直营网络。什么叫直营？就是网点车队员工基本都是公司自己直接管理的，像军队一样令行禁止，服务标准统一。这种网络建设起来特别烧钱，耗时又长，但一旦建成，护城河就很深。尤其在高端注重服务体验的大件物流市场，德邦的口碑和网络优势是很多靠加盟模式的快递公司比不了的。现在整个物流行业早就不满足于简单送货了，都在比拼综合服务能力。德邦这块好钢正是京东所需要的。京东物流强在仓配、供应链和电商流量，它缺的恰恰是德邦这种深入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强大的末端配送和揽收能力，尤其是处理大件货物的专业网络。收购德邦后，两家已经开始并网了，比如把京东的一些站点交给德邦管理。退市之后，京东就可以放手去干，打通系统，共享仓库和车队，优化线路，把两张大网制成一张更密、更强、效率更高的网，实现1+1大于2的效果。这份未来的潜力和协同价值可能远远超过现在付出的190亿。那么退市之后的德邦会怎样呢？首先，公司明确说了，品牌会保留，还是独立运营，不会消失。对员工和客户来说，日常不会有太大变化，变的是在京东体系内的角色。它不再是资本市场上一个需要独立面对投资者拷问的明星，而是京东物流帝国里的一个王牌军团。它可以更专注地修炼内功，利用京东的电商流量导入更多生意，用京东的技术提升自己的运营效率。目标是成为全球顶尖的综合性物流供应链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股民赚了还是赔了？对于绝大多数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散户来说，这几乎是一笔躺赚的买卖。用一个可能持续阴跌的股票换回了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实实在在的现金回报，这笔买卖不亏。对于京东而言，它付出了一笔高昂的短期现金，但彻底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同业竞争难题，扫清了深度整合的最大障碍，获得了德邦宝贵的网络资产和品牌价值。它赌的是更长远的未来，是整个物流板块的效率和竞争力提升。这笔买卖从战略上看，至于德邦自己，他离开了一个喧嚣的只看短期利润的舞台，转而进入一个更需要耐心、更能施展战略纵深的练功房。是好是坏，取决于他和京东融合的化学反应到底有多强。一场溢价退市，有人拿到了真金白银的补偿，有人卸下了承诺的包袱，有人则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或许就是现代商业世界最现实的图景，没有简单的输赢，只有各自在当下做出的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计算。而我们这些旁观者也算是看明白了一场价值100亿的商业逻辑课。